Hello，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我手边这盆半叶形的拖鞋兰，它的学名叫做 Paphiopedilum Fantastic Crystal Ray。这颗兰花的育种品系挺有意思的，它的亲本一边是 American Beauty， 另外一边是带着深色血统的芭芭拉仙女兰变种，也就是英文的 Barbatum。那如果你仔细看它的叶片，会发现它有非常明显深浅交错的绿色斑纹，就算在没有开花的季节单纯当它做观叶植物来看，也蛮有质感的。而且它的花朵承袭了亲本的特色，通常带有深褐色或者是紫褐色线条我个人是觉得虽然它低调，但是非常的耐看。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本身在刚开始接触拖鞋兰的时候常常会因为它的外观比较特殊，就觉得它可能比较娇贵或很难养，或者买回家之后照着传统方式用水苔种那结果没过多久根系就受损。那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会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我跟大家分享我如何使用介质搭配，然后在固定的水量跟低浓度的肥料，在我这个居家环境里面，把这一株拖鞋兰养的就是说很稳定，然后定期开花。那在聊就是日常管理之前呢，我们可以先花一点点的时间了解一下拖鞋兰的一个这个生理结构这个对我们等一下在讨论就是介质的时候有决定性的影响那拖鞋兰和我们常见的蝴蝶兰或者是石斛兰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它没有可以储存水分的甲球茎。那不管是刚刚聊到的甲球茎还是球茎在拖鞋兰身上都找不到。那它的水分跟养分呢，基本上只能靠着叶片跟相对比较粗、表面带有绒毛的根系来微幅的就是保留那这代表一个重点，就是拖鞋兰呢，它不太耐干旱，你不能让它像石斛兰那样干到就是脱水，但是它那带有绒毛的那个根系同时又非常需要空气如果长期闷在湿黏的环境里面烂根的速度会非常的快。那市面上常见的商品多半是用纯水苔种植，那水苔在刚进口或者是刚换盆的时候表现会不错，但在居家环境里面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一旦透气度下降就很容易会因为过湿而导致根部缺氧。那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对它的这个介质的调配呢，就是参考了网络上的大家的一些做法那我是选择用了树皮，然后牡蛎壳，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发泡炼石去做混合。那这比例你都可以按照你自己家里面的环境湿度跟你浇水的频率能够去做取舍可能树皮多一点或者是说牡蛎壳可以再稍微多一点，如果你没有很常在施肥的话，因为牡蛎壳是可以增加钙质等等的那因为是比较颗粒比较大的这些介质这个能够让拖鞋兰的肉质根呢，在吸收微量湿度的同时，还能够随时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然后从根本上解决掉比较容易烂根的这个可能性。这株兰花对环境的要求，在兰花分类里面，这种带有叶斑的拖鞋兰通常属于中温到温暖环境的品种，非常适合在室内或阳台来做养护。在光照方面，它的需求其实没有很高，甚至比一般的蝴蝶兰还要再少一些。它非常害怕强烈的直射阳光，那如果直接放在烈日下面晒，叶片很快就会失去光泽发黄，严重的话呢，还会留下那种永久的那种晒伤的那种黑斑。那我平常是把它放在室内明亮的窗边，我的兰花架子上面，然后靠窗边的那一面，或者是阳台如果你有遮阴的话，只要有柔和的这个散射光就非常足够。那光照适合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叶斑纹路呢会保持非常的清晰，新长出来的叶片也会显得比较平整，然后光亮。
环境的通风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拖鞋兰的叶片基部呢，会呈现就是有点像扇子重叠那样子。那如果环境不通风啊，或者是浇水的时候它积水在叶心太久，很容易会因为闷热引起软腐病。那我们不需要给它吹太大的风，但是在环境上面的那种空气自然的对流还是挺重要的。那如果室内通风不够的话呢，可以在它附近的地方不远处放一台静音的小风扇，就是保持它的一个气流微微的这样的循环，微弱的循环就可以。我个人的管理方式在浇水上面呢，非常固定，就是春夏秋这3个季节，我固定1周给1次水，然后每一次的水量大概就是在60cc 左右。不过当时间进入冬天，气温开始下降了，这棵拖鞋兰的生长速度会变慢，对于水分的要求也就会降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拉长它的给水的周期，可能1周1次改为10天甚至2周才给1次水。那冬天的原则呢，就是要观察盆内的介质等它内部比较干燥了再挑选一个比较温暖的一天上午或中午给予适量的水量。那不要在冷气团来袭的时候啊，或是寒冷的夜晚就随便给水，这样子的话根系会比较容易受到一些影响。今天的养护经验呢就分享到这边。那如果大家也有种植这株拖鞋兰，或者是在介质应用上面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在下方一起跟我们交流。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